朋友們，今天我們要聊一個又要顛覆你認知的科学命題。我們都是火星人。是的，没錯，你是火星人，我是火星人，我們都是火星人，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瘋狂？但是這個猜想，如今正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推向嚴肅的學術前沿。當我們追溯生命的終極起源，當 NASA 的探測器在紅色星球上不斷傳回震撼的發現，當基因密碼中浮現出跨越星際的蛛絲馬跡，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類的祖先是否真的來自那顆遙遠的紅色星球。這聽起來像是好萊塢電影的劇情，但它卻是嚴肅的科學界正在認真討論的一個可能性，它被稱為有生元說的一個分支，即岩石胚種論。要理解這個假說，我們必須將時間撥回到40多億年前，那是地球和火星的童年時期。根據最新的科學研究，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的共同祖先被稱為最後共同祖先，簡稱 LUCA Last Universal Common Ancestor。它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古老得多。最近，一項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研究推斷 LUCA 存在於大約40.9億至43.3億年前。這個時間點非常關鍵，它僅僅在地球形成和月球形成大碰撞之後幾億年。當時地球剛剛從熾熱的熔岩狀態冷卻下來，地表才開始出現液態水。在西澳大利亞發現的鋯石晶體也證實了，在44億到40億年前，地球上已經有液態水存在，這為 LUCA 的出現提供了時間上的可能。LUCA 並非一個簡單的原始細胞，最新的基因分析顯示，它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生物體，與現代的原核生物非常相似，甚至擁有早期的免疫系統來對抗病毒。生命在地球上如此迅速的出現，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發現。它暗示着生命在宇宙中可能是一種普遍且容易發生的現象，只要條件合適，它就能快速萌芽。那麼，火星在這個故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呢？這就是我們都是火星人假說的核心。火星比地球小，根據物理學原理，行星的輻射冷卻速度與其表面積成正比，而其熱含量與其體積成正比。因此，火星的表面積與體積之比大於地球，這意味着火星冷卻的比地球快。在太陽系早期，當地球還是一顆熾熱的星球時，火星可能已經冷卻到足以擁有穩定的大氣層和廣闊的液態水海洋。有確鑿的證據表明，早期的火星確實擁有大氣層和大量的液態水，其環境與早期的地球非常相似。如果生命在地球上能如此迅速的形成，那麼在冷卻更快、更早具備宜居條件的火星上，生命很可能出現得更早。這個邏輯推演的結果是，LUCA可能首先在火星上形成，然後通過某種方式轉移到了地球。這種生命在行星之間轉移的機制，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岩石胚種論。岩石胚種論聽起來像是科幻小說，但它有堅實的科學基礎。當地球或火星遭受小行星或彗星撞擊時，巨大的衝擊力可以將行星表面的岩石碎片拋射到太空中，這些碎片就成了天然的宇宙飛船。如果這些岩石碎片中恰好包裹着微生物，它們就能在太空中進行漫長的星際旅行。我們有證據證明這種轉移是可行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火星隕石 ALH84001。這塊隕石於1984年在南極洲被發現，經過科學家的分析，它被證實是來自火星的岩石。更重要的是，科學家發現這塊隕石的內部從未被加熱到超過40攝氏度。這意味着，在它被撞擊出火星大氣層，穿越太空，最終墜落到地球的整個過程中，它的內部環境一直保持在室溫以下。如果火星生命存在，它們完全有可能在這種岩石內部的保護下存活下來，並成功地從火星移民到地球。火星在約39億年前失去了磁場，隨後在幾十億年的時間裡，它的大氣層被太陽風剝離，液態水也隨之消失。火星變成了一個寒冷、乾燥、荒涼的沙漠。如果 LUCA 是在火星上誕生的，那麼它很可能在火星環境惡化之前，搭乘着隕石的諾亞方舟來到了地球，並在地球上找到了一個全新的、更加持久的家園，最終演化成了地球上所有多姿多彩的生命。如果這個假說成立，那麼我們都是火星人就不僅僅是一個浪漫的想象，而是一個深刻的科學事實。
這意味着我們所有人的生物學起源都可以追溯到那顆紅色的星球。這個假說也為我們當代的太空探索賦予了全新的意義。埃隆·馬斯克雄心勃勃的計劃在未來幾十年內建立火星基地，讓100萬人在火星上生活。如果我們的生命起源於火星，那麼馬斯克的這個火星殖民計劃就相當於重返童年故鄉。我們不是去征服一個陌生的星球，而是去探尋我們生命最初的搖籃。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NASA 和各國航天機構對火星的探索如此執着。例如，毅力號火星車正在火星的傑澤羅撞擊坑積極地尋找古代生命的生物印記。如果它能找到確鑿的證據，證明火星上曾經存在生命，特別是與地球生命有基因關聯的生命，那麼我們都是火星人的假說將得到極大的支持。科學家們正在尋找火星古代河流、湖泊沉積岩中的生物分子痕跡，這些都是生命可能保存下來的地方。更進一步，這個假說還引發了对宇宙生命普遍性的思考。如果生命可以從火星轉移到地球，那麼它也可以從太陽系外的其他恆星系統轉移到太陽系，或者從地球轉移到太陽系內的其他星球，比如木衛2或土衛6。這極大地拓寬了我們尋找地外生命的視野。生命可能不是在每個星球上獨立起源的，而是在宇宙中不斷播撒的。最後，我們來思考一下這個假說對人類社會和地緣政治的哲學啟示。如果火星沒有失去大氣層，而是像地球一樣發展出了複雜的生命，那麼在40多億年的演化中，火星和地球上可能會同時出現2個獨立的、擁有先進技術的文明。這2個文明在太空中互相發現，可能會陷入一場軍備競賽。然而，這種來自火星人的外部生存威脅，反而可能促使地球上的所有國家和民族团結起來，共同應對挑戰。正如約翰列儂在想象中唱的那樣，想象所有的人們和平地生活着。諷刺的是，真正實現地球和平的動力可能不是我們內心的善良，而是來自外太空的共同敵人。當然，這只是一個思想實驗，但我們都是火星人的假說，無論最終是否被證實，都提醒着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和火星乃至整個太陽系都是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我們不是孤立的，我們可能共享着同一個宇宙起源的故事。我們對火星的探索，最終也是對我們自身起源的探索。所以，下次當有人問你我們從哪裡來，你可以大膽地回答：我們可能都是火星人。這個看似瘋狂的猜想正在被科學一點點證實，而人類對生命起源的探索也將在這場跨越星際的溯源之旅中不斷邁向新的未知。熟悉我頻道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專注於制作宇宙主題的優質長影片，而且頻道更新速度很快。有朋友就問了，哪來的那麼多素材及靈感？幾乎是每天都在更新。實不相瞞，我一直有在用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 戴個耳機就可以在通勤、走路、運動時候聽聽我喜歡的宇宙主題類內容。這個給我帶了很多靈感，有了靈感，設計主題，然後再搜集、整理、創作，最後展現給大家，對我及頻道幫助非常大。另外，個人感覺還有個特別的妙處，那就是睡覺前必須的聽一段，現在已經是不聽睡不着了，簡直是助眠神器。當然，這麼好的 APP， 我也想分享給訂閱我頻道的朋友，說不定對你有幫助。Himalaya 這個有聲書 APP， 它的優勢就是華語內容很豐富，天文地理、歷史名著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權，製作精良，特別是裡面很多科普科幻的作品質量十分高。剛好最近我也替支持我頻道的朋友們爭取到了專屬福利，14天 VIP 免費試用，一般用戶只有7天，這是只給訂閱我頻道朋友的特別禮遇。怎麼操作呢？現在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你先用14天，如果覺得不合適，卸掉就是不會扣費。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你就充值繼續用。